我得离他远点儿。这是莲弩？哎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这箭都没射出，他们怎么就死了？这是游走针。游走针？哎，去哪儿？王爷，我等来迟，请王爷先走一步。走。怎么烧起来了？不是，来不及了，不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药。本王位。仁者不疑，贤者不忧，得者不畏。何解？得者不畏。他在背书，准备要回师呢。你不会喂药？知剑会。那你还不快叫他进来？他不开心。这支箭看似活泼开朗，其实他的心结要比你重。还是本王来吧，你去安慰安慰他。王爷，属下来喂药吧。你们谁来喂？来呀！十月，君子应慎于言，三思而行。就你还慎于言，空话废话一箩筐。十月，任贤勿疑，任贤勿疑。烧糊涂了还想着抱大腿？该句有点可循，意为任用贤才不要三心二意，要信任并重用他。可是王爷，我听他这意思，像在指桑骂槐。他好像在说您。行了，喂药都不会，净说些没用的。十月，君子应慎于言，三思而行。仁者不疑，贤者不忧，得者不畏。行了，喝药吧。
你真的想好了，要用给你的封赏，换取重开女子恩科？是，臣弟在民间时，也曾见过女子才华过人，心性毅力，不输男子。可就因为世人古旧的观念，无法参加科举，无从报国明志。女子生活不易，臣弟以为，若有时女子能凭真本事立于朝堂之上，就如一面旗帜，让世人看在眼中，记在心中，那么世人的观念也会慢慢的改变。请皇兄给天下女子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重开女子恩科。科举一途是江海，亦是暗流。你以为靠科举或许能改变命运，却不知道哪条路都没那么容易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会师，会师，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已经回去了吗，王爷？跳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王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难道这2日是王爷、玉尊降贵照顾我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何德何能啊！一个风姿不凡、地位尊贵、还没有什么架子的定王殿下，跟传说中的孤傲残忍根本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，穆小七？你梦里还跟娘说自己前程自己挣呢，怎么现在就想着抱大腿了？本想着大皇子就是皇储的不二人选，定王殿下又与大皇子这般好，那定王这条腿一定又粗又壮啊。可是如今听了不得了的秘密，又有不得了的人要搞定定王殿下。就算不是陛下，那也是大人物啊。那这条腿还抱不抱呢？如果当时树林他抛下了我，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背叛。但是定王殿下对我不离不弃，还背我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还亲自照顾我。哎呀，救命了！女人，你的名字叫心软呐。看来你是好的差不多了。王爷，咱们能准时到宫院，对不对？王爷，您是巡考官，那您肯定会准时到的吧？本王虽是巡考官，但若有要事的话，自然也可以找别人代替。您不去啊？那不行，那小人要下车，自己起码也要回去。别急，王爷，尚有一日，来得及。不是王爷，但我要真赶不上会试，可怎么办啊？下次再来便是。下次？王爷，您可曾听过一个民间传说？曹操跟华佗的。听过。那王爷知不知道一个道理？原来救人就是没有好下场。行了，你别试探本王了。
你若考不上，本王养你3年。那小人要是一辈子都考不上呢？那本王养你一辈子也是无妨。那小人要是高中了呢？那本王便允你一件礼物。高中还有礼物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这块玉佩可以吗？好，那得看你的本事。撤！停车！吁，还有多久？马车脚程慢，少说还有个把时辰才能到定京。芷墨，你去通知穆姑娘家人，让他们等在宫院门口。你把马给本王。是。下车。啊？下车？撤！定王殿下可是今年的主考官之一啊。也对，小姐，你终于赶上了，还早到了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啊，多谢王爷。无需言谢，本王从不欠人。王爷，小人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这，王爷，您好像年纪也不小了。小人的父亲在您这岁数，那孩子可是一大堆了。小人是个大夫，医术还不错的那种，这个您都知道的。小人看您是个英雄人物，又如此的礼贤下士，就总觉得得为您做点什么。我们穆家，就是我父亲，有不少壮阳的秘方。您要是需要的话，小人可以便宜给您吃。小姐，我人生第一回好心好意，觉得定王殿下人还不错，所以想着之后可以帮他治治他那不能人道的毛病。他怎么还生气了？可能你刚才说给他便宜治。什么？那他难不成还想免费啊？他当定王殿下，他缺那点真金吗？好，停！排好队。你便是方才定王殿下所送的举人。啊，惊鸿公子，在下延州穆卓华。今日险些没赶上，多亏了定王殿下仁义无双，这才及时赶到。女举人当中姓穆的只有一位，穆举人能得柔嘉公主的称赞，定是有过人之处。
公主抬爱，在下愧不敢当。公主不会看错人的。那在下预祝穆举人高中。多谢惊鸿公子。这个女举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先是定王殿下亲自送考，后是惊鸿公子亲眼相待。莫非是某个世家大族的小姐？没听见惊鸿公子说的吗？这女举人得了柔家公主的夸赞，可是了不得。好，好啊！我这里有一份卷子，一字不错呀。一字不错。看看，是不是？看看，想必是沈惊鸿的卷子。皇叔不信啊？那我和皇叔打个赌，这卷子必然是沈惊鸿的。赌什么？就赌皇叔府上的那壶美酒，10段香。要不，您那玉佩也成。看来，你对我这玉佩倒是觊觎已久啊。大殿下，您请过目。好。这不是沈惊鸿的字儿啊！哎，我这里也有一份。又有一份是吗？不是说今年的经义有几道题极难吗？文风日盛，这是好事儿。来，王爷，您请过目。哎，皇叔，这份是沈惊鸿的，没错。没错。但可惜，你还是输了。我们刚才赌的是这份卷子。没想到，今年竟有能与沈惊鸿比肩的考生。这天下奇才一人，又何止一个？哎，不过是记性好罢了。小姐，菊丽，小姐您终于出来了。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好臭啊！你还嫌弃你家小姐我吗？还没有，心疼你还来不及呢。菊丽，你知道吗？进公务员前我还发了3天高烧呢。这个会试真是要了我半条命。小姐，你考得不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竭尽全力了吧。对了，菊丽，我跟你说，就我那篇策论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想吃好吃的，家里有没有好吃的？有，我都给小姐做好了，有好多好吃的呢。都有什么呀？烤猪蹄儿，还有烤猪蹄儿啊，不是蒸猪蹄儿吗？若说离经叛道也不为过。此题考的是如何评编，他倒好，这篇策论满篇都是如何养编。哎，细细读来，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啊？歪理！如此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回殿下，我等看到一篇策论，见解不同，是以发生争执。将卷子送过来，本宫与皇叔瞧瞧，究竟是怎样的言论。皇叔，您看。这个穆卓华策论写的着实大胆，不过却有几分道理。战争终究劳民伤财，这个法子未尝不可一试。这考生是北凉人还是东夏人？怎的还帮着他族说话？以我南陈之儒道，教化他族之民，以儒为教，
就如西域以教立国。哼！要是他说的这些有用，皇叔，我们这些年来的征战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赢得一个让他们听话的机会。这份卷子上的字迹，看着甚是眼熟，似乎跟第一场的无错卷极为相似。这不是昨日写打油诗的人吗？我觉得此人记性不俗，见解不凡，奇才可与沈惊鸿一较高下。我看这个人才华不过尔，绝不可让此人通过会试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中了！我中会员了。小姐，你还真敢想，会员当然是惊鸿公子啦。那我是，你是第17名。17名啊！天哪，17名也很好啊！太好了，没有想到你真的中了。那这样，我赶紧去通知姐妹们。17名，你没看错吧？我就是17名。中了！真是太惊喜了！中了！第17名！17名，太对呀，17名，真的是。哎，姑娘，快过来！来，中了17名！什么？哎呀，我一直在找你呢，陆大娘，卓华中科举了！真的！姑娘，快过来！卓华中科举了！我就说了，我是不是早就说过，我这个房子啊是能出读书人的地方。快来！我给他中科举了！资料登记了！中了，第17名！资料登记了！快来呀！资料登记了！中科举了！资料登记了！小华，哎，姑娘，把大家伙都叫来，给你祝贺来了！都来了，可太好了！谢谢姐姐，谢谢鼓掌，姐姐，谢谢。女的，写出那篇养鞭策的竟然是个女的，和沈惊鸿并列第一的居然是个女人。如今看来，确实如此。穆卓华，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啊？你再想想。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不过我一定找个机会好好会会这个人。一解我的心头之恨，都写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言，竟也能得17名。能见识姐姐们的舞姿，卓华真是3生有幸了。那就喝点，来，加上，来，晚上，来，妹妹，必须的，来，祝贺，来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我告诉你啊，托你的福，我这院子就等着坐地起价了。不敢当。陆大娘，准是喝大了，实话都给说出来了。多喝点，今日太高兴了。来，娘，我中贡士了，您看见了吗？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小姐，有人。哎，
姑娘？哦，我是柔嘉公主身边的曼儿。穆姑娘，明日公主在皇家园林举办簪花诗会，听闻您为女子争光，高中17名，让我亲自来通知你一趟。快，谢谢姑娘。柔嘉公主，快看看，哇！小姐，小姐啊，就你那师兄那样，能行吗？是啊，我那诗，哎，话说，诸位可曾见过榜上的另一个奇人？文兄是说那个排在17位的穆卓华？不错，这可是自有女子参加科考以来最高的名次了。我记得这穆卓华，经义一科是与沈兄齐名的。经义一科可是只有2份无错卷啊！经义一科死记硬背即可，真正看一个人的才华，还得是诗赋与策论。此人诗赋是以中，策论也不过是中上而已。今年上榜者100份策论卷，有99份策论，皆言对外必战，答了平边策，却有1份以中的卷子，立场主和，答的却是仰边策。主和？对北凉主和？北凉侵略过南陈边境，贼心不死，怎么去如求和？这样的试卷，凭什么能拿到以中啊？你们说是不是？这样的人，心里面可还有家国大业？仰边策，亏他能写出这3个大字儿。一介女子，也就这等眼界了。青红，你怎么看？在下觉得，穆公氏的这篇策论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想法。青红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这种策论只有贪生怕死之辈才能写得出来。大丈夫处事，应顶天立地。主和并非是贪生怕死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。北凉那些人，可都是宁死不屈的硬茬。这姑娘家的，贪生怕死也是人之常情，难怪会主和了。女人就是女人，生性柔弱，这官场战场本就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那穆卓华今日怕是不敢来了吧？以他的诗才，来了怕也是颜面扫地。以一女子的身份混迹于男子之中，实在是不伦不类，有失女子贞洁呀。就是，真是晦气。你又不娶她，晦气什么劲儿啊？今早出门便闻喜鹊啼叫，我就知道会有好事发生。果然，这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不断提我的名字。在下穆卓华，见过各位同科。穆公使，沈兄，恭喜沈兄荣登榜首。文征楼内有幸领略沈兄的冠绝风姿，当真是雄才伟略，笑看非语。不与庸碌同流，着实令人佩服。穆公使，谬赞了。无知妇人，说谁庸碌？他不过是侥幸登榜，竟也敢在我等面前大放厥词。你瞧他会数吗？这位同科，在下不过是夸赞沈兄罢了，何来厥词？这妇人2字，在下领受了。可对这无知2字，却是大为不解。在下寒窗苦读，凭着真才实学参加会试，经过诸位考官大人的评选后，得中信榜，怎么也和这无知沾不上边吧？哦，这般说来，在下的确并非文武双全之辈啊。说得好。
参见刘家公主。免礼。本宫不才，忝为今日簪花诗会的主办人，全仗各位赏脸。公主德才兼备，实乃天下女子楷模。你们与本宫相熟吗？你们只不过听说了本宫的一些事情，便断定本宫德才兼备。对于穆姑娘，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尔等学识，比之诸位考官，如何？吾等不如。自知不如，又何必质疑考官的评判？论才，本宫不及诸位，未免遭人当面腹诽，背后议论，这主办人不做也罢。你们全当本宫是来赏花的，其余请自便吧。公主殿下息怒，今日之事，错在在下。不错，你身为会员，众人以你为首，你若持身公正，以身作则，他们就不会言行失当，肆意诋毁一个姑娘。公主教训的是，我等读万卷书，终究不及公主行万里路。读圣贤书，却不解圣贤意，幸得公主教诲，当如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。方才穆卓华所言不错，尔等轻慢他，不只是质疑他的才华，更是质疑考官的清白，朝廷的公正。这簪花诗会世人瞩目，你们真以为今日只有本宫在此？若此事传出去，尔等的功名、前程还要不要？哎，晨儿，别忘了，我们此次是来旁听的。皇姐如此偏颇的女贡士，我反正看不下去了。朝廷并不是容不下质疑之声，况且穆卓华的名次本来就有待商榷。太好了，大殿下与定王殿下是帮我等说话的。大殿下哪里是帮我等，分明是不忿公主指摘沈惊鸿。参见大皇子殿下。既然已经公布了名次，又怎能说有待商榷呢？他的策论立意太差，满纸荒唐。见过皇叔。参见定王殿下。这就是小人的答案。这不是文征楼内皇叔看上的那条小鱼吗？皇叔对他好像特别上心。哦，不过是判卷时几位考官有些分歧罢了，对吧，皇叔？你说你的，莫拖我下水。今日是簪花诗会，诸位吟诗作诗，莫要因我二人打扰了诸位的雅兴。若不是皇姐偏颇，我也不会出来。是谁有失偏颇？有些人没见过文章，就对一个人的性别、身世、品头论足，
难道殿下认为这便是公正吗？这些人偏颇，沈惊鸿也没出言妄断，皇姐为何如此苛责于他？他为榜首，便为表率；不能为表率，便不配为榜首。既然身居高位，我对他要求自然也会多一些。皇姐就会强词夺理。皇叔，您认为如何？人心本就是偏的，若要抛开一个人的外表和身份去看待别人，确实不容易。皇叔言之有理。以往的簪花诗会，都是以花为题，各自作诗，众人品评。如此一来，便会有人趋炎附势，这对评判也少了些公正。今日诗会，倒不如效仿会试，众人匿名写下诗句，由一人念诗，众人品评，如何？这主办人是你，还是我？啊，自然是皇姐。那你定这新规矩，只是为了看热闹？我与皇叔既然一起来了，那自然也会一起参加。只是不知道皇姐准备了怎样的彩头。随你们吧。本宫举办簪花诗会，自然准备了好彩头。诸位先落座吧。王爷，树大招风，低调行事。谨记王爷教诲。怎么了？皇叔，你瞧着，我定要向你证明，我桥中的人，定要比那女子中用。拭目以待。王爷这等容貌，当初将他认成小秦宫小官，也不全是我的错。今日诗会以牡丹为题，彩头就是这盆青龙卧墨池。至于另一个彩头，是这孤本《苍灵志》。苍灵志，苍灵先生临终遗作，此事唯有一本，竟然是今日的彩头。若眼前摆的是苍灵志，那我便是鸟卫十王爷之了。王爷，对不起了，我不能低调了。穆公使，王爷说吃饱了好写诗。谢谢。分明象征气势的松树。
王爷与大殿下真是吃饱了撑的，他们一来，诗会的气氛都变得跟官场似的，这不捣乱吗？时间到。拼尽全力才凑了这4局，真的好想要苍灵芝，得想想办法。谢谢。惊鸿兄今日定还能夺得魁首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虚心万事能成。自满十事九空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你今日写的还是边塞诗？今日我写了这玉兰娇娇。好诗，当找个合适的人来读，才能读出那份味道。那穆哲华，你来。是公主。公主。小人诗才不佳，做不出好诗来，便领公主之命，诵诗与诸位听。1号，牡丹才过杏花开，芍药成荫覆绿台。最恨无情杨柳树，空山长伴夜缘来。5号，生来金玉蕊，偏爱老村乡。何日相留盼，安无相思长。你觉得这首什么？这首我写的。15号，流霞攒金真国色，一簇红缨尽山河。但这遣词造句真是直白粗糙啊！是啊，难登大雅之堂啊。策马临风饮霜雪，正清人和太平歌。哎，皇叔，无妨。这肯定是这绝对是古往今来第1首牡丹边塞诗啊！是啊，太好了，可谓是开创了一个新流派。皇叔，这首真有那么好吗？
我怎么觉得还不如5号生来金玉蕊那首呢？13号，百卉千芳争秀艳，心之细蕊嫩如霜。接下来宣布投票结果。5号，穆公使， 15号，读诗辛苦了。 15号，1号，3号，5号，请用茶。 15号，谢王爷。 15号，5号，15号，王爷，是发现我利用他了。 15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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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号，13号，15号。 结果已经揭晓了，正是15号诗作。那么现在，就请这首诗的作者出来吧。没错，一定是我。皇叔赢了，自然也是我想要的结果，无妨无妨。但这诗也不似皇叔平时的水准。那首诗是小人做的。 穆中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是他的诗对吧？不愧是女子英才，恭喜你，今年簪花诗会的会首便是你了。这青龙卧墨池和苍灵志，便是你的彩头。多谢公主。哎呦，苍灵志啊，怎么？ 怎么会是这首得了第一？这些人是瞎了还是傻了？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还不明白？其实咱俩今天就不该来。哎，说实在的，今日头名不是惊鸿兄，实在是难以理解。因缘际会，得名还要看运。 恭喜穆公使，沈兄，我也好生羡慕你可以拿到苍灵志这个孤本。沈兄放心，在下定会借给你看的。那既是如此，我就先提前谢谢穆公使了。沈兄，在下是不是第一个能在诗作上赢过你的人？这姑娘怎么得了第1名？没数吗？是啊，穆姑娘才高8斗。 在下好生敬佩。果然是这样吗？那在下可真是太荣耀了。谢谢沈兄。今日这场诗会，着实不公。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改了规矩吗？可是。 这穆卓华何德何能都得了头名？众望所归，不得不服。哎，皇叔，你评评理。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，与我何干呢？你一心维护这个沈惊鸿，是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吗？哼，那知道了又如何？我懂你爱才之心。 不过这个沈惊鸿，桀骜难驯，你可要小心些。沈惊鸿何时桀骜难驯了？
黄姐，你识人不准。倒是这个穆卓华，也算个有才之人。他奇思妙想，妙语连珠，电视上没准儿会得到父皇的青睐，例如3顶奖。想不到柔家竟然如此赞赏他。这姑娘有些不讨人厌的小心思，确实讨人喜欢。就连沈惊鸿，对她也有别于旁人。依我看，她入翰林院，是10拿9稳之事。哼，这穆卓华不过是投机取巧，还贪生怕死。但你与皇叔，难道真是我瞧错人了？罢了，你看中你的沈惊鸿，也不要针对穆卓华才是。你生来高贵，却不知道像这样的女子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得有多难。公主，穆卓华以女子之身走进会试考场，于一众男子争一席之地，本就万分艰难。今日本宫对她偏帮几句，对你过多苛责，千万莫怪。公主仁心仁德，鄙人又岂会在意这些？你对她今日失会夺魁，作何感受？有人为了赢，四处奔波；有人为了赢，机关算尽；有人为了赢，不择手段。穆卓华在此事上，当得一个巧思，令人敬佩。你倒是与常人不同，眼光通透，看得明白。公主，这儿落了幅画。来，多喝点水。柔家公主可真好，郭菊丽也好。你当然好，你可是我最亲的人。小姐，那定王殿下是好还是不好？定王殿下，我还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他不信任我，你知道吗？在诗会上，他倒了一杯滚烫的茶给我。我想他应该是在惩罚我，把那破诗扣在他的名上。不过他倒也没有当众揭穿我，也还算是个不错的人。来，快看这花。正好带本王转转。王爷，这院子荒废很久了，满屋覆尘。无妨。傅盛如当年被抄家，家里只留下一些不值钱的家事器物，回家发黄的旧医书。库房里还有些发霉的药材。王爷，
属下快速翻了一遍，并没有与还阳伞有关的线索。没有。王爷，要不然让赵院士过来瞧瞧。清理之后，请他过来。傅盛如的旧物，本王要一一查看。是。拒马河一战，3万人枉死。世人为我，小人恨我，皆道我有不臣之心。我从来都问心无愧，却没想到亲近之人也在暗中猜忌我。为此竟不惜动摇国本，牺牲掉那么多人。难道皇家真没有尽情